深夜，我被值班的保安拦在别墅区门口，他冷着脸警告我不准踏入小区一步。我赶紧告诉他，袋子里面装的是药，救人用的。可他却嗤笑一声，里面住的哪个不是有钱人会在网上买药？再说了，我们董事长下过死命令，不准你们这些臭送外卖的进来。他不知道，等着我手里药的那个人就是董事长家的太子爷。凌晨2点，我准备停止接单的时候，手机上又弹出了一笔单子。下单的那个人很着急，救命药，求急送。我心一软，立马改变方向去了药房。拿到药的时候，下单人立马联系了我。大哥，您能快点办吗？我难受的不行，听着电话那端虚弱的声音，我心里也跟着慌了慌。哎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在路上，马上就能到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将油门拧到了底。好在现在街道上压根没什么人，一路上我都很顺畅。只是到了别墅门口，我被一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拦住了。他鄙夷的扫了我一眼，送外卖的。我急忙点头，手也不自觉地提高了装药的袋子。是，大哥，您帮忙，里面有人等着救命药呢。我们外卖群里都知道，市中心这家别墅区从来不让我们这些人进，所以现在我不由自主地放软了态度。只是话刚说完，那保安一脸烦躁地打掉了我手里的袋子。送外卖的进什么进？不知道我们这是市中心的别墅区？他白眼翻到了天上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？这地方是你这种下等人能进来的？饶是我脾气再好，这一刻也被激怒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就成了下等人了？我靠自己双手挣钱，他站在台阶上高高在上的挥了挥手，赶紧滚！我心口憋了一股气，直觉难堪。可一想到里面还有等着药的人，我深呼吸了好几口，才又走上前。大哥，这里面是药，不信您看看上面的单子。我讨好的将袋子递上前，可保安连看都不看。行了，你就别费力气了，今天这个门你进不去。我无奈的叹了口气。那不然这样，您帮忙送到这个101号。保安惊愕的看着我，随即捂着肚子笑了出来。你咋想的呀，兄弟？他戳了戳我的脑门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了？让我去帮忙给你送。我被他戳的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。那您不让我进去，这药又是救命药，只能如此，您帮忙吧。我保证我不进去，这样麻烦您帮我送一下可以吗？保安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随即弯了弯唇角。行啊哥们，帮你送行，但是你的配送费是不是应该给我？我猛地抬头，他得意地晃着脑袋，是不是该给我？巨大的侮辱将我包裹，可我却说不出反驳的话。我手里的药是里面那人的救命药，一念之差的情况下，他很可能出现生命危险。迟疑了几秒后，我立马点头答应了。航哥，只要您帮我送，这钱我给你。说着，我掏出手机，打开佣金的封面，然后给他看。您看看，这单我能到手7块8毛，我现在把这钱转给你，可以吗？没想到我的这番话彻底惹怒了他，他大声冲我叫嚷着。我说，你今天是纯粹找茬来了吧？7块钱，你耍我呢？我欲哭无泪，急忙解释，哥，我这一单真到手这么多钱，刚才给你看的就是系统上面判定的数额，我没骗你。那人从台阶上走上来，一把将我推到我身后的电摩上，他用舌头顶了顶腮帮子。哥们，你知道我1个月工资多少钱吗？26000，是你一辈子都到不了的高度。你拿这7块钱，你啪啪打我的脸啊！我抿了抿唇，心头的那股火冒了出来。钱就这么多，这是人的救命药。这别墅区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，你就不害怕因为你的失职耽误？本以为这句话能让他紧张，却不料他笑得肆意了。你也知道这里面住的是有钱人啊，兄弟，我还就实话告诉你了，有钱人家里哪个没有私人医生，用得着大晚上在网上买药？说着，他转身上了台阶，又是一副嫌弃的眼神看着我。行了，没事赶紧滚吧，别总想着混进来。那一刻，我想过离开，可浓浓的不安将我包裹。我掏出手机，给下单人打去了电话，只是一连打了3个，对方都没有接听。我急了，想到他刚才给我打第1个电话时候的状态，心里不免有些发毛。保安在我旁边听得一清二楚，他用脚踢了踢我的小腿。哥们，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个保安要进来吗？我有些迷茫，不太懂他的意思。什么？他高仰着头，都是男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想借着送外卖的名义进去找个富婆是吧？我彻底懵了，你胡说八道一些什么？保安却不以为然，自顾自地说着，兄弟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啊。他微微蹙眉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下等人来我们别墅区，送外卖的，做美甲的，还有什么上门做饭的，但是都逃不过我的法眼。他略微自信地开口，我都给拦住了。就你们那点心眼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行了，别装了，你也就是运气好遇上了我，要是遇上我们队长不打你一顿就算好的了。
我大口呼吸着，很是不能理解他话里的意思。咱们都是给人家打工的，何必互相为难？更何况我要送的是要是救命的药，我又气愤又委屈，同时更不懂他为什么要为难我。难道就因为我披着外卖的外套吗？保安轻咳了2声，又把我往外推了推。哥们，你也别说我为难你，这是我们队上的规定，你们这些送外卖的不能进，让你进去了，我的工作就不保了。我不为难你，你也别为难我，行了，赶紧滚吧。说到最后，他又换成了那副高人一等的样子。我不停地给下单人打电话，可无一例外都是显示的无人接听。没办法了，我急忙打了救护车。只是报位置的时候，保安伸手抢走了我的手机。他神色不满，我和你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吧？怎么，计划被我识破后喊外援了？我伸手去抢，被他又是一推，整个人直接滚到了地上，手里装药的袋子也破了个口，药瓶顺着滚到了我车轮胎下面，卡住了。事情发生的太快，我顾不得其他，急忙跪下去捡药。可身后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气，保安一只脚猛踹着我的屁股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着：老子和你说话你听不懂是吧？让你滚你不滚！我脸憋得通红，强撑着站起了身子。刹那间，我的电摩倒了下去，摩身上的塑料壳碎了一地，而保安也气喘吁吁地收回了自己的脚。我怒气冲冲地推了他一把：你要干嘛？没想到他却叫嚣着：哎呦，给你厉害的，你要打人是吗？说着他把脸凑到了我面前，一只手拍打着自己的脸颊：来来来，朝这里打。见我不动，他又抓起我的手：来啊哥们，你能耐不是挺大的吗？打我啊，这上面可都有摄像头，拍得一清二楚的，你有本事你就打。我缩回我的手，一把抢走了手机。与此同时，下单人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没有片刻的犹豫，我划了接听。对面带着几分诧异指责道：这都10分钟了，还没送到吗？我紧了紧手里的药瓶，又看了一眼门口的保安。我早到了，只是门口的保安不让我进去。对面有气无力地啧了一声：你把电话给他，让我和他说。好。我将手机递到面前的保安耳边：找你的。保安半信半疑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将手机放到耳边：您别为难我呀先生，我就是一个小保安，我也是按规矩做事的。再说了，这送外卖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保安的脸微微泛红。先生，您还是别为难我了，外卖不让进就是不让进，您要是真难受的不行，自己出来拿吧。说罢，他挂了电话，然后一副将我看穿的样子盯着我：行啊你，有点本事，还找了个外援在我这演戏。他一脸愠怒的将手机丢到我怀里：可惜啊，你们装错人了。我愣了一下：你在说什么？我装什么了？刚才那电话就是下单人给我打的，只不过是平台有限制，是虚拟电话。保安双手环抱着胳膊，一脸不屑：得了吧，你们骗人也先了解了解啊。电话那人说是我们小区董事长的儿子，你说说这话我能信吗？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苦口婆心的告诉他，刚才那电话就是董事长儿子打来的。可保安却不以为然：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董事长的儿子现在在国外念书呢，压根没回来。你们调查之前也不问问清楚吗？不过他故意顿了顿，趁我发呆之际，一把抢走了我手里的药瓶。你们也算是用心了，还知道董事长的太子爷有哮喘。说罢，他随意的将药瓶丢到保安室。可惜啊，被我识破了。我有些着急，想伸手去抢，可却被他拿着棍子捅开。知道我手里这是什么吗？你要是敢上前一步，我打死你！面对他的挑衅，还有手里的棍子，这一刻我所有的情绪迸发了出来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为难我？我只是一个打工的，你也是一个打工的，何必互相为难？我的眼泪顺着掉了出来。再年轻5岁，我想我会和他干一架，可现在我不敢也不能。我有老婆有孩子，家里开销也是我一单一单送出来的。或许是我声音太大了，保安被我吼得后退了好几步，而小区里面出现了一道身影，正一步一步朝我们走近。保安毕恭毕敬地和那人打着招呼：王经理，您怎么出来了？他眯着眼睛指了指我，然后不满地看着保安：送外卖的你和他纠缠什么？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，赶紧把他轰走，别脏了我们门口。话音落下，保安像是触发到了开关一样，立马把我拉出去好远。可我却捕捉到那男人话里面的关键词：你认识董事长是吗？我高举着手里的药瓶，这药就是董事长儿子下单的，你赶紧给送过去吧。带着几分期待，我看着男人，谁知道王中山反手夺走我手里的药瓶，看了一眼便随手扔在了地上。我半张着嘴冲他大喊：你干什么？与此同时，我手忙脚乱地打开屏幕报了警，并告知他们需要救护车。王中山眼睛不是眼睛地瞪着我：小伙子，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说着他一脚重重地踩在了药瓶上，似乎又觉得不解气，还跺了好几脚。
此时我已经不想和他多纠缠，只期待着救护车赶紧来。可他显然不想放过我，他慢慢靠近我，一手将我的帽子打掉。知道我们董事长是什么人吗？你还敢造谣他儿子，你不想要命了？保安也在一旁沾沾自喜，那会儿都告诉你了，让你赶紧滚。现在好了，我有些无力，掏出手机给他看下单的地址。你自己看看，这地址是不是你们董事长的家？他接过手机，恍惚了一下，就笑了出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手机也扔到了地上。你这样低级的骗术，我看多了。想骗我，你还嫩着呢。我压根想不到他会这么说，拧着眉问他，我造假。说着，我捡起地上的手机，然后打开屏幕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系统给的界面，我怎么可能造假？王中山不想和我继续扯皮，你没造假行了吧？他捂着鼻子扇了扇，一股子穷酸味，离我远点。你倒是比之前那些外卖员聪明点，但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。我们董事长儿子是今天凌晨3点的飞机，还没回来。他冷哼一声，所以别在这撒谎了。说完，他朝保安挥了挥手，赶紧把这恶心的玩意处理掉。我头皮一紧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物件。保安很听话，直接将原地发呆的我一脚踹在地上。我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倒在了地上。保安顺势坐在我身上，双手掐着我的脖子。他咬着牙，让你滚你不滚，现在知道错了吗？这一刻，我再也不想忍了。我双手握拳头状，一拳接着一拳地打在保安身上，撕扯了好一会儿，直到一盏车灯停在我们身上。王中山急忙拉起保安，赶紧起来，董事长回来了。两人急忙从我身上退走，和我保持了距离。我艰难起身，而车这时候也停留在了门口。车窗半降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小王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在门口打人？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？还不等我王中山开口，一旁的保安便讨好的凑了过去。他又猥琐又谄媚，董事长这人不识好歹，非要进咱们小区。我不让，他就和我动手。我没有，我快速的擦了擦唇边的血，我是来送药的，他不让我进去。侮辱我也就算了，还打我。我的手机、头盔还有车都被他们踹倒了。我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，而这也引起了董事长的注意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你是来送外卖的？我赶紧摇头和他解释，不是，是你儿子下单说要送哮喘药，但是药现在已经被他踩烂了。说着，我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王中山，他身子瑟缩了一下，急忙开口，董事长啊，他在胡说八道骗人的，小号不是今天凌晨3点的飞机吗？之前你也说过，不能让这些外卖员随便进出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又义愤填膺地看着我。之前那些外卖员都是以各种理由进来，现在这个可聪明啊，还知道小号有哮喘。我不助长他骗人的风气，所以才……董事长点了点头，又好奇地看着我。他笑了笑，小伙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儿子有哮喘的？刚才那一番打斗，导致我现在腿肚子还发软。我搓了搓手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看下单的这个药才知道的。下单地址在101号。我说完，现场有片刻的安静。董事长舔了舔嘴唇，有些无奈，但是我儿子是3点的飞机啊。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似乎是为了给我证明一般。我给你找找我儿子给我发的消息啊。只是下一刻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随即朝着前面的司机喊道：小吴，你快去我家看看什么情况。他一边喊一边从随手的包里掏出一瓶哮喘药，快去。一旁的王中山和保安有些不解，董事长，这是怎么了？现在的董事长哪里还有心情搭理他们，急忙跟着司机往家里跑去。所有人都慌了，我也跟了进去。人已经陷入昏迷了，董事长红着眼，快喊救护车。我一把拽走司机，急忙给躺在地上的人做着心肺复苏。救护车我已经喊了，他现在是暂时性休克。保安还想试图赶我走，可被董事长拦住了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直到救护车响动。儿子啊，别怕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。可好半天都只能听到救护车响，却迟迟不见人。董事长急了，自己跑出去看，发现救护车被挡住了。救护车里面的医生更着急，赶紧开门啊，保安呢？保安闻声急忙从里面跑了出来，然后又小跑到保安室按了开门。只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栏杆因为没电卡在了半空中，不上不下的，任凭保安如何按都没有反应。董事长急得都哭了，不停地让救护车撞进来。你们把栏杆撞开啊！终于，随着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救护车来了。我累得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躺在地板上大口喘息着。医护人员进进出出的，压根没人注意到我。很快，人都随着救护人员出去了。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董事长喊住了我。他两眼泛着泪花：小伙子，你等一下，你跟着上来吧。去医院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本来我是想着做好事不留名的，可现在不了，因为我的头盔还有车包括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。我是个好人，但我也不甘心当冤大头。车内，
王中山几次想开口说话，但是又不敢。我安慰着董事长，你别太担心，刚才我做心肺复苏的时候，他还是有反应的。到底是爱子心切，一个大男人没忍住失声哭了出来。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和我道谢。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一峰，叫我小峰就是。被他这样看着，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，本来也是我应该做的。说着，我指了指衣服上的外卖标识，我是外卖员，接了这单子，理应送到下单人的手里。只是后面的话我没有继续说了，但是我想董事长应该理解我的意思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这件事我知道了。这话把前面的王中山吓得脸都白了，他哆嗦着开口：董事长，刚才那个保安，我会找人开除的。我冷哼一声：王经理，可是刚才也是你唆使他打我的呀，还说我一个臭东西不配进去。我都明确告诉你是药了，也是你将药瓶夺走踩坏了。我快速地将刚才发生的事和董事长讲了一遍，他越听越火大，而王中山越听越害怕。董事长，这件事我其实也是有误会的，是您告诉我小浩3点才回来，所以我才没让他进来。董事长脸色铁青，你的意思是怪我了？这话一出，王中山哪里还敢说话，一个劲的摇头，不是，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车上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默，直到到了医院门口。董事长，我的车还有头盔，还有手机。话还没说完，一旁的王中山就跳了出来。我赔，我以10倍的价格赔你。我正欲拒绝的时候，董事长拉住了我。你先别走，先跟着我去处理一下伤口，等小浩醒了，我们再算账。最后一句话是说给王中山听的，他满脸懊悔。零下几度的天气，他额上竟冒出了一层汗。我跟着进去，顺带给老婆打了电话报了平安。很快，手术室灯暗了，医生从里面走出来，人没事，幸好提前做了急救措施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得到儿子没事消息的董事长激动得差点没站稳。随后我们一行人到了病房，床上的人已经醒了，但身子还很虚弱。董事长坐到他床边，小浩，你改了车票，怎么不告诉爸爸？良久，他才哼唧了2声，苦笑道，本想着给你惊喜，却没想到成了惊吓。他们父子俩有说有笑着，而一旁的王中山拍了拍我的胳膊，示意出去。我跟在他身后，有些不解，什么事？他不耐烦地掏出钱包，然后扔了几张钞票过来。我身上就这么点现金，你先拿着。说着，他用下巴指了指我，你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把你银行卡号给我，明天给你10万块钱。他鄙夷地扫了我一眼，10万，你没个3、5年挣不到吧？我没想到，到了现在，他对我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突然来了脾气，人还是不要太贪心了，我给你的已经够多了，你的车还有头盔、手机，加起来都不止1万块钱，我现在给了你10倍，你应该学会知足。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的，反正我现在有种想打他的冲动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他压根瞧不上我。我咬着牙问他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为了钱吗？没想到王中山嗤笑一声，那不然呢？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讹钱？现在目的达到了，你心里很得意吧？我不想接话，手指也因为愤怒蜷缩到了一起。若是打人不犯法的话，我的拳头已经落在了他身上。我们僵持了几分钟后，董事长从病房里出来了，他冲我们招了招手，随即冷脸看着王中山。现在你说说当时的情况。王中山卑微讨好的弯着腰，是这个外卖员没说清楚，再加上保安说谎，我就没放他进来。要是知道真是小浩出事了，我绝对不会。董事长伸了伸手，示意他闭嘴，随即又看向我，你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摘下胸口的微型摄像头递了过去，说是说不清楚了，您自己看吧，前后10分钟的时间。王中山有些错愕的看着我递上去的摄像头，就连董事长都懵了。好，我看看。之前我送外卖的时候，偶遇一个倒地的老人，周遭都没人扶他，我看不下去，主动扶了他，结果没想到他讹上了我。好在最后我报警了，他儿女找到我，和我道歉。老人脑子不好，老糊涂了。自那之后，我老婆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摄像头，像素不好，但胜在能拍到整个场景，也能避免我吃哑巴亏。现在就正好拍到了我被保安和王中山欺负的场景。董事长看完，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，他长叹一声，你是个好孩子。随即又瞪了一眼王中山，现在给人道歉，该赔偿赔偿。还有，把那个保安喊过来，你们一起道歉，直到人家原谅为止。董事长都发话了，王中山也不敢不从。他转身走向厕所，然后拨通了电话。也是这时候，董事长心疼地看着我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干？我傻眼了，我可以吗？
他点了点头，可以，你是个负责任的人，我们公司就缺你这样的。我欣喜若狂，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反应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是送上门的好事。我家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，对于人家抛来的橄榄枝，我没有拒绝的权利，所以我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我想干，我也能干，什么岗位都行。话音落下，王中山也回来了。董事长指了指我，给人家道歉吧，征求人家的原谅。说完，王中山就朝我鞠躬，声音颤抖，求我原谅。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却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可我摇了摇头，我不原谅。我不否认我自己是个记仇的人，再加上之前他和保安对我那些几乎是人格上的侮辱。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董事长也丝毫的不含糊，直接打了个电话告诉王中山，你被辞退了。别说王中山没反应过来了，就连我都傻了。瞬间，王中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和董事长求饶。你跪错人了。他没好气地踹了王中山一脚，你该道歉的人在呢。瞬间，王中山跪着朝我的方向走来，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，又是磕头又是抱着我的小腿。我有些无措，你先起来。可他不肯，一个劲地摇头，你要是不肯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我咂巴了2下嘴，好吧，那你跪着吧。没想到我是如此反应的王中山突然有些恼怒，他低声威胁我，你别太小人得志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他压根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。他的道歉是出于董事长的面子，甚至在董事长没注意到的地方，他还在威胁恐吓我。我一把推开他，随即报了警。剩下的话，你还是留给警察说吧。董事长站在我旁边，虽然没说话，但眼里都是赞许。也是这时候，保安来了，他一如既往的雄赳赳，你怎么还在这？一个臭外卖员，你配站在我们董事长旁边吗？说着，他作势要继续打我。也幸好这时候董事长发话了，是我让的。怎么，你不肯？保安伸出的胳膊又悻悻地收回，他尴尬地摇了摇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问你，那保险杆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怎么会停在半空中升不上去？被问到此话的保安突然紧张起来，眼神飘忽不定，最后落在地上的王中山身上。说话可能没电了。这话一出，董事长都气笑了。没电了？我采用的是红外线模式，没电会提醒的。可我司机告诉我，保险杆采用的是最普通的哪一款？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董事长到底是董事长，说话掷地有声，在场所有人都抖了3抖，尤其是保安，他率先丧气，然后指着地上的王中山就开始控诉：是王经理让我这么做的，他说省下来的钱我们3-7分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同意了。王中山毫不示弱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巴掌打在保安脸上。你胡说什么？这些事明明是你自己要做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两人谁也不服谁，迅速扭打在一起。也幸好警察来得很及时，我们几个一起到了警局。而也是这时候，我才知道董事长要辞退王中山的真正目的。他掏出一叠厚厚的 A4 纸，这上面都是你王中山贪污的证据，挪用公司公款，行自己方便，吃回扣，这里面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王中山整张脸都白了，他刚开始还求饶，后来就指着董事长破口大骂：表哥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要是把我送进去了，我姐绝对不同意。可董事长却丝毫不怕，那就到时候再说吧。警局的人统计了一下王中山贪污的款项，零零总总加起来上千万了，没个10几年的压根出不来。而保安也因为失职，再加上打我，被判了小1年的时间。从警局出来后，董事长心事重重地看着我，这件事还多亏了你这顿打，你挨打挨得好啊。我正愁没机会送他坐牢，结果你出现了。我有些尴尬地笑了2声。董事长双手靠在头后，你还救了我儿子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我能给的，尽量满足你。我呼吸一滞，这才知道董事长先前说的那些都是客套话。可他现在既然这么问了，那我索性顺着台阶下。我想当个保安队长，行吗？似乎是没想到我会如此开口，董事长刚开始都没缓过神，他微微张嘴，随即笑了出来。我以为你会狮子大开口，问我要几百万。行，这点愿望我还是能满足你的。之前的保安都被我开了，你当了队长之后选人什么的，也是你来决定吧。我正式成了别墅区的保安队长。当时和我一起跑外卖的几个朋友，家里情况特别不好的，被我招揽当了保安。而董事长还是给了个死规定，外卖不准送进来。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自费给队里买了2台小轮车，外卖放在我们保安室的门口，再由我们保安送到下单人手里，方便了大家，也不为难外卖员。后来，当初为难我的那个保安出狱了，
背了案子的他压根不好找工作，兜兜转转又当了我们隔壁小区的保安。那栋小区住的人也是非富即贵的。再后来，我听朋友说，那保安被打了，人家外卖要送进去，他不肯也就算了，还骂人家，对方也是个暴脾气，一点没惯着，抄起头盔就打了上去。这不，两人一起进局子里面了。我没想到，在听到那个保安的故事，竟然还是以这样的形式。难怪有人说狗改不了吃屎。2年后，我靠着当保安攒下了一笔买房钱，和老婆一商量，在市区买了套楼房。正愁装修的时候，董事长的儿子找到了我，他很是激动：“张哥，你都上新闻了。”什么？他递过来手机，你看，被评选为最帅保安了。从他出院之后，便一直喊我救命恩人，要是我不阻止，现在都在喊。对了，耗子哥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尽管说。帮我画一个设计图呗。我老婆跟我结婚10年，我才让她住上我们自己的家。以前租房子，她总是幻想着未来家的样子，现在我也有能力给她了。董事长儿子包揽了我的活，新家开家仪式上来了不少我的外卖员朋友，他们都真心的祝福我，而我也不由得想起当年的事。当时我若是不管不顾了，那一条命都没了。在行善的这条路上，我承认我吃了很多亏，被人坑过，被人笑话过，甚至还干了不少吃力不讨好的事，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。我始终觉得有些事就需要我们去做，这个社会还是有和我一样善良的人的，而我也相信我们这种人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